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一种社会性失意中，没有显赫的头衔，没有让人艳羡的年薪，甚至在家庭聚会时，你是那个最不被长辈提及的背景板，那么，请你先停下那种廉价的自我怀疑。我想告诉你一个被精英阶层严密封锁的底层真相，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，出息不仅是一种奢侈品，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高风险杠杆博弈。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在试图把我们打造成一颗高精密齿轮。父母、老师、社会舆论合力构建了一个关于成功的单向通道。他们告诉你要在名校竞标，在大厂厮杀，在 CBD 的霓虹灯里透支下半辈子的肾上腺素。这种生活被冠以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词——有出息。但你有没有观察过大自然？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，最先灭绝的往往是那些处于食物链顶端、体型庞大、特化程度极高的霸主，而活过数次生物大灭绝的，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毫无野心，甚至有些猥琐的二等公民。今天，我们要从社会心理学和博弈论的角度，彻底拆解为什么那些看似没出息的人，才是真正掌握了长期生存算法的顶级玩家。在社会博弈中，所谓的有出息，本质上是你向外界释放的一种高能量信号。你开豪车，住豪宅，在饭局上买单，在职场中承担最重的责任。你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世界，我很强，我有资源。但信号是有成本的。每一个被社会定义的精英，每天睁眼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支付这一天昂贵的身份维护费。为了维持那个有出息的人设，你不能在公共场合崩溃，不能承认自己的财务漏洞，不能在竞争中露出疲态。你就像一架始终在超负荷运转的战斗机，为了维持超音速飞行，你必须消耗掉全身90%的燃油。而那些被认为没出息的人，他们是一群信号税的偷逃者。他们穿着皱巴巴的 T 恤，骑着电动车穿过小巷，在路边摊吃一碗加蛋的面。他们彻底放弃了社会位阶的竞标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是颓废，是平庸，但在能量动力学看来，这是极致的能量保全。当一个人不再需要向外界证明自己时，他体内原本用来抵御焦虑、维持虚荣、应对他人评价的能量会全部回流。这种能量的回流让他们拥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生存耐力。精英在燃烧生命来维持发光，而平庸者在通过熄灯来保存火种。为什么精英阶层往往在时代巨变中坠落得最惨？这里涉及一个心理学概念：沉没成本误区与认知封闭。一个被认为有出息的人，通常是现有社会规则下的重度受益者。他通过层层选拔，通过极致的卷，才获得了当下的地位。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后果，他成了这套规则的祭品。因为他在现有的体系里投入了太多的筹码，他绝对不敢，也绝对不愿承认这套体系正在失效。当行业风口转变，技术逻辑重构时，那些有出息的人会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傲慢。他们会守着那条已经干涸的护城河，直到被时代彻底淹没。反观那些没出息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体系的暴力，也从未被规则赋予过特权。这种边缘化反而赋予了他们一种极其珍贵的自由，试错的自由。他们没有所谓的精英包袱，他们可以随时换个赛道，随时学习一种被精英不屑一顾的技能，随时在社会的最底层寻找新的机会。他们活得像水，没有固定的形状，所以也就没有破碎的可能。正如纳西姆·塔勒布在《反脆弱》中所言，风会熄灭蜡烛，却能使火越烧越旺。那些有出息的人是蜡烛，由于他们的结构太精密、太高端，一点点风浪就能让他们彻底熄灭。而那些没出息的人是在风中求生的乱火，每一次环境的动荡都在倒逼他们进化。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，
追求出息是一场关于多巴胺的无限战争。社会设计了一整套完善的奖励机制，如果你拿到这个头衔，你就比别人强；如果你买到这个包，你就是成功人士。这种奖励机制会不断调高你的快感阈值。一个曾经年薪100万的人，一旦跌落到50万，他的痛苦程度甚至超过一个从未有过高薪的普通人，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。这种现象被称为享乐适应 （hedonic adaptation）， 这就导致了精英阶层的另一种悲剧，他们必须永不停歇地奔跑，仅仅是为了维持当下的心态不崩。这种状态在热力学上叫熵增。为了维持那个有序的、体面的表象，你必须从外界摄取海量的能量，同时排出巨大的心理垃圾。而那些没出息的人，他们是一群内向性满足的践行者。他们可能在研究一个极其冷门的古籍，可能在自家小院里琢磨怎么种好一颗番茄，也可能只是在安静地享受一个午后的阳光。他们的满足感不来自于社会评价的比较，而来自于内心深处稳定的兴趣和知足。这种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你无法通过剥夺来惩罚他们。你撤掉他的职位，他不痛不痒；你嘲讽他的贫穷，他视若无睹；你试图通过社会压力让他屈服，他只是礼貌地笑笑，然后继续回屋喝他的清茶。一个人的力量不取决于他能统治多少人，而取决于有多少东西无法诱惑他。在博弈论中，有一种策略叫做非零和博弈中的弱者生存。如果你在职场或社交场中表现得极其出色，极具出息，你实际上是在向所有人释放一个敌对信号，你成了资源分配的潜在掠夺者。于是你会遭遇一种隐蔽但持续的压力，上司的防范，同僚的嫉妒，下属的暗算。这种现象被称为高位压力效应。而那些没出息的人，通过一种近乎艺术的伪装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低威胁目标。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野心，不具威胁，所以各方势力都不会把他们当作首要打击对象。这种被低估的状态为他们争取到了最宝贵的生存空间和时间。当那些精英们在博弈的漩涡中心互掐、内耗、彼此消磨时，这些没出息的人在边缘地带静静地观察、积累。他们可能在偷偷学习某种未来的核心技术，也可能在建立一种基于底层逻辑的社会纽带。等到真正的风暴降临，那些在漩涡中心消耗殆尽的精英们纷纷落马。这些一直保存体力、藏在阴影里的没出息的人，才会慢悠悠地走出来，接管所有的果实。这不仅仅是运气，这是生存博弈里的后发优势。我们要回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，到底是谁在定义你的人生有没有出息？是那个为了让你更高效地产生绩效而不停给你洗脑的老板？是那个为了让你买下昂贵产品而不断制造焦虑的广告商？还是那些你自己都看不上的三姑六六婆？如果你的出息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标准之上，那么你本质上是一个精神佃农。你耕种了一辈子，最后收割成果的永远不是你自己。真正厉害的人早就活成了社会的绝缘体。他们明白，人生的终局目标不是赢，而是存续。生命不是一场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超级马拉松。在马拉松的前半程跑得最耀眼的人，往往都死在了中途。真正的赢家是那个在所有人都跑疯了、跑瘫了的时候，依然能保持自己的呼吸节奏，不紧不慢地走在那条属于自己的荒野小路上的人。别为了在那面虚伪的镜子里显得好看，而亲手打碎了自己的骨骼。这篇文章不是让你去当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而是让你学会一种深藏不露的智慧。如果你现在正被嘲讽为没出息，请记住这几件事。第一，保护好你的能量，不要把它浪费在任何无意义的自证中。第二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
建立起你自己的反脆弱系统。第三，享受你的边缘地位，那是你观察这个世界运行底层逻辑的最佳窗口。这个世界终将属于那些能活到最后的人，而活到最后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曾被生活反复碾压，却因为足够柔软、足够没出息而没有裂开的人。当你穿越了重重迷雾，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精英们纷纷化为尘埃，你会发现，你那种安静的、不起眼的、被视为没出息的生活，才是这个星球上最罕见的奢侈品。这就是平庸的终极胜利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曾因为没出息而感到焦虑，希望这篇文章能成为你的解药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曾为了维持那个有出息的人设，付出过什么代价？我们在清醒中再见。